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一张照片引爆热搜，他把自己的眼睛当背景，戳中了内娱审美的痛点。说实话，刷到肖战那张眼睛神图的时候，我手机差点给我看出高血压。这哥们玩审美是真不跟人商量的，直接把自己眼睛投到身后当背景。这脑洞搁广告圈都能当创意总监了。我先说结论啊，就一句话，这张图为啥能火？不光是肖战帅，是内娱难得有人把长得好看和懂审美捆一块用的，而且还挺聪明，特会算公众情绪和粉圈生态。那天微博刷着刷着，我看见一个话题挂在热搜上面，肖战拍照背景是自己的眼睛。后面还挂着氛围感、神图、审美、封神这些词，我就纳闷了，拍个照还能整出神话来？点进去一看，行了，服了。画面特别简单，就是他坐在中间，后面是一双被放大的眼睛，是他自己的。光线压得很稳，背景有点灰蓝的冷调，人是暖一点的肤色，整张照片就一个感觉：安静、压迫。又有点疏离，那眼睛杵在那儿，你盯着看2秒，会有点不好意思。很多人说这图高级，我觉得吧，这回大家没乱吹。现在娱乐圈啥风气，您也知道，动不动就滤镜美颜拉满，修的人都快没鼻梁了，跟塑料模特似的。而肖战这张图，造型一点不花，黑衣服，简单椅子，靠的是构图和光影。特像杂志里的作者照，而不是明星写真。说到底，他是拿自己当被观看的主体，同时又用自己来当观看别人的眼睛。有点绕嘴，但你一想就明白，人坐在台前，眼睛在背后，你到底是在看他，还是被他看着？这味儿就出来了。我跟做广告创意的朋友聊这图，他第一反应是，这就是高配版自我凝视。过去娱乐圈拍照，大部分是来笑一个来，摆个 pose， 明星是被摆弄的商品。而肖战这图的意思很直接，我不光是被看的，我也在看。话说回来，这招为什么在肖战身上格外好使？很简单，他这几年走的就是被看的太多的路。2019年一波顶流浪潮把他推上去，后面又经历风波，舆论高压期，他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分析，等于他的眼睛一直被人盯着评头论足。而现在他干脆用自己的眼睛当背景，视觉上反过来给你看回去，像是在说：行，你们看我，我也在看这世界怎么对我。没吭声，但态度全在画面里边了。而这种表达放在他身上有点戏剧感，他那双眼本身就特有辨识度。中国传统审美里说凤目丹凤眼，硬生生被粉丝整出了瑞凤眼这种新词。眼尾微微上扬，但不是那种刻意拉到天上的妖气路线，而是冷静、干净，镜头一拍就有故事。我看评论里有个挺逗的，说现在内娱终于有个人把眼睛当艺术品用，而不是当美颜滤镜挂件。这话有点损，但挺准。你看很多男明星，眼睛放大，卧蚕 P 出3层，瞳孔再给你拉点亮度，恨不得变成2次元大眼子，真实感一点都没有。肖战这图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修饰，就是说你看，就这眼睛，真实、锐利，还挺难对视的。而中国观众对眼睛的情节有多重，从小听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电视剧里一个特写就是眼神戏。但现在信息太碎片化，大家的注意力被短视频切得七七八八，谁还有耐心认真盯着一张照片看10秒？硬是这么一双眼，强行把你抓回来。这也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，现在各家都在卷流量、卷热搜、卷营业频率，结果肖战用一张静止的图，把所有嘈杂都按了静音键，
让你冷静地看一眼人本身，而不只是热度。很多人以为爱豆的审美就是造型师给安排的，但说实话，有些人就算给了世界级团队，他自己也撑不起那个感觉。肖战这几年作品选得相对稳，商务视觉也有一条自己固定的路线，干净、克制，留白多，颜色偏冷，服装往极简走，少堆砌。所以这张图一冒头，你能明显看出来，延续他一贯的冷调现实主义，不是突然装深沉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这张图一火，不少粉丝开始翻旧账，把以前他参与设计的周边、手绘稿、舞台视觉统统拉出来，证明一句审美在线不是吹的。我看着都想笑，内娱粉圈现在也卷文化水平了呗，不是只说哥哥好帅，而是要论证哥哥有审美体系，人格完整。我就想起前年跟一档综艺导演聊天，他说现在选艺人的时候，会多看平时发的摄影、画画，随手拍。原因很现实，观众越来越聪明，你总给他端一盘速冻审美，他迟早腻了。反倒是像肖战这种有点自己想法、有点个人美学风格的才耐看。而你看这波眼睛神图出圈，还带出一个挺有意思的社会小现象。评论区里不少年轻人在那儿感叹他怎么这么会理解自己长相，怎么这么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，这不就是大家最缺的吗？咱普通人平时被手机前置摄像头折磨够呛，妆容被10几种风格模板绑架，最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。肖战这张图有点像给了个参照，不是所有好看都是把五官往欧美网红模板上雕，不是所有高级都是越用力越好，有时候你就承认自己长相的特点，把那个特点放大放稳就够了。我身边有姑娘看完这图，回去专门找人给自己拍了组放大眼睛投影的照片。你说真学得像吗？不一定，但这个动作本身就挺有意思。大家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某个部位当符号，而不是活在统一滤镜下面。当然啊，话说回来，肖战这波图火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原因，大家太需要点干净的美来冲刷屏的乱象了。前阵子不是一堆奇葩审美 P 的失真、整容脸、滤镜糊成一锅粥，网友天天吐槽脸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会儿蹦出来一个不吵不闹、构图利落的眼睛神图，大家下意识就会往高处捧。你说它是不是人类审美巅峰？也没那么夸张。坦白讲，从摄影专业角度看，这张图的布光、构图并不算多复杂，很多时尚杂志完全能做到。但关键是内娱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干，大家更喜欢安全路线，多 P 一点，造型花一点，把自己塞到一堆道具里，生怕观众盯着脸多看2秒。肖战这张呢，砍掉杂音，留下核心，让被看见这件事变得坦荡。再往深了说，这种表达还是挺贴合他这几年修复路线的。经历过集体情绪风暴之后，他现在那种气质是不刻意讨好，但也不对天对的，就是往那一坐，掏出一张照片，把态度藏画面里，谁懂谁懂。你说聪明不聪明？挺聪明。有人被关注之后，会越来越用力，生怕热度掉下去；有人则会慢慢学会用节制讲话。肖战现在，我觉得更偏后者，用作品、用视觉、用气质发声。你看这次热搜的评论结构也特别有意思，除了好帅好会拍这种，还有不少人把话题扯到明星、审美责任、视觉文化差异上，等于他这个人又被放进了一个文化符号的框里。而这玩意儿一旦挂上符号2个字，那就离长久记忆不远了。流量是会过期的，符号不太容易。你现在一提眼睛神图，自己的眼睛做背景，
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他，这种站位感可比一个昙花一现的热搜值钱多了。当然，咱也别全唱赞歌。说句不太客气的，这张图如果不是肖战发，而是一个没名气的小模特，大概率火不到这个程度。热搜、话题、夸赞，都建立在他本身的关注度之上。流量和审美互相抬轿子，这个事儿也得看清楚。但反过来讲，有的顶流拿着更大流量，整出来的视觉比这敷衍多了去了。有人明明有条件玩艺术，愣是把自己活成拼多多缩略图，谁看谁心累。这么对比着一看，肖战愿意对一张照片较劲，认真琢磨我要怎么被看到，就已经算在内娱里挺难得的存在。有人问我，这张眼睛神图是不是肖战审美的封顶？我还真不太担心他封顶。他属于那种知道自己优势在哪儿，也不急着突破天际的类型。眼睛只是个起点，以后说不定他还会拿声音、轮廓、线条这些东西继续玩创意。说到底，我挺希望内娱多几个敢这么拍的人，不是非得学他用自己的眼睛当背景，而是学这种认清自己长相和敢于放大自我的态度。观众又不傻，谁是真有想法，谁是在糊弄，刷2次图就能看明白。至于肖战本人的人品、作品值不值得吹，那是另一个话题。我这回就聊这张照片。就按现在这热度看，他这波真是用一张静态图，把一堆人拉回到了看看审美本身的频道上。这在动不动就比带货数据的圈子里，已经挺像话了。所以我个人态度很简单，这张图配得上神图这俩字，但也别把它捧成宇宙唯一审美教科书。你可以说一句永远可以相信肖战的审美，但也留点空间给别的人交作业。大家一块儿把这娱乐圈的美学水平往上拽一拽，咱吃瓜的也跟着养养眼，这多合适。至于肖战嘛，就继续这么稳着玩，别哪天突然走起奇怪滤镜路线，那才真是让人崩溃。现在这样冷冷清清、干干净净，背后那双眼睛杵着，看着挺舒服，我觉得就挺好。